求最值一定要用到均值不等式吗？当然不一定。好，我们看一看这道题啊，改换一下思维，设实数 xy， 你看你在审题的时候就发现它并没有说正数，你要使用均值，第一个就得强调一正啊，一正二定三相等，它给我们的是实数。然后呢，满足 2x 加 y 等于1。好，让我求这样一个都是2次的这个三项的取值范围，求它的最小值。那我怎么办呢？我改换一下思维，我用含有 x 的代数式表示 y 就等于1减 2x。那么4x 方加上 y 方加上3xy， 我就可以消元。4x 方不动，看见 y 就换成1减 2x， 然后加上3x 倍的，看到 y 就换成1减 2x。那我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我把整个这个代数式看成一个大大的 y， 以 x 为致变量，一个新的二次函数就出现了。所以它是 4x 方加上1减 2x 加 3x 减 6x 的平方。少了一项应该再加上一个 4x 的平方，我就写在后面了。它的平方1减去，我重算一下，4x 的平方加上1减去它俩乘积的2倍，加上 4x 的平方加 3x 减去 6x 的平方。好，我整理一下，降幂排列 8x 减 6x， 这是 2x 的方，负4正3减 x， 常数项只有1。接下来呢，它这是2倍的 x 方减去1/2x， 我要配方加上一次项系数1半是1/4的平方，那就是16/1。然后我们验算一下 2x 方是这一项，减去这是这一项，加个1/8，我再加一个7/8后边的常数1就符合了。所以它是2倍的 x 减去1/4的平方，再加7/8。配完方之后，你看最值就出来了，也就是当 x 等于1/4的时候，整个这个代数式，也就是大大的这个 y， 它就有最小值，最小值就是7/8。所以呢，求最值不一定都用到均值不等式，你转化成函数，应用函数的性质，因为二次函数我们特别熟悉应用函数的性质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的最值求出来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问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看一下第二个问。快速的读一下题。第二个问呢，这个式子有点复杂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考虑呢？我呢，先考虑它一部分一部分去考虑。我先考虑 x1加上 y2这部分，它有没有最值？它如果有最小值，后边的那个式子如果有最大值，那么最小值减去最大值，当然就是这个式子的最小值。那这个时候我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，它们各自取最值的时候，等号存在的条件是不是统一的？如果是统一的，那就可以了。好。x 大于0 y 大于0 x1也是大于0的 y2也是大于0的，我要求这个式子的最值，那么巧用1的变形，大家已经很熟悉了，我乘以 2x 加 y 相当于乘一个1，和原式依然是相等的，那么这个乘2，这个就是 x/y， 这一项呢就是 y/4x，这一项呢就是加2，也就是4加上 x/y 加上 y/4x，到这儿大家就都熟悉了，是不是出现倒数的形式了？
那么把它看成均值不等式里的 a， 它看成 b， 任何两个正数的积一定大于等于是和它没关系，落下来2倍的根号下，它们俩的积约掉了，是开出来2是，所以它最小值就是它的最小值就是8。等号存在的条件我们要考虑一下，当且仅当 x 分之 y 等于 y 分之4x， 再结合 2x 加 y 等于1整理一下，第一项呢是4x 的平方等于 y 方，然后 2x 加 y 等于1。那么上面开方因为都是正数，直接开方 2x 就等于 y， 然后是 2x 加 y 等于1，把它带到这里来 2y 等于1，那么 y 就等于2分之1。y 等于2分之1，两边再除以2，x 等于4分之1的时候，它就果然取到最小值8。好，这是这一项的最小值我们求完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得看第二项。第二项呢，我们就要求它的最大值，最小值减去最大值，整个这个式值它就是最小的，所以我就要考虑一下2根号下 2xy 它的最值。那么我们知道是和的形式2x 加 y， 我先不带根号2xy 它就是 2x 乘以 y 符合 a 乘 b 的形，所以它一定是小于等于2分之 2x 加 y 括号的平方。它们俩的积要求最值，它们俩的和正好是一个定值，把1带进来，带进来之后呢，它就变成了2分之1的平方等于4分之1。那么根号下，因为它都是正数，所以我就直接开方 2xy， 它就小于等于2分之1。什么时候取到最值呢？我在哪儿用的均值我是在这儿用的均值，当且仅当 a 等于 b，2x 等于 y， 再结合 2x 加 y 等于1，即还像刚才一样 2y 等于1， y 等于2分之1， x 等于4分之1的时候，后边的这个代数是 2xy 都比2分之1小，等于2分之1的时候，就是它的最大值。那么对于整个式子来说呢， x 分之1加上 y 分之2，它是有最小值的，减去根号下 2xy 减去它的最大值，整个我们就得到这个代数式的最小值。它的最小值是8，它的最大值呢是2分之1，所以它是2分之16减去2分之1等于2分之15。那么等号存在的条件符合不符合呢？你看，它取到等号需要 x 等于4分之1 y 等于2分之1。那么这个式子要取到等号也是 x 等于4分之1 y 等于2分之1。所以呢，等号取得的条件是一样的既能够同时既能够取到它的最小值，也能够取到它的最大值。所以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复杂的问题把它拆解开，两部分只要注意等号存在的条件相吻合就可以了。